這個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存在的超大質量黑洞，體型和成長速度都遠遠超過我們現有理論的允許範圍。它很可能迫使科學家重新審視整套宇宙演化的故事腳本，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寫我們對宇宙歷史时间線的理解。通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遠鏡最新取得的一次深度觀測，天文學家在極早期宇宙裡發現了一個誰也沒料到的細節。這個細節和以往的理論預測有明顯出入，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早期宇宙到底長什麼樣。天文學家發現的是一個又小又擠、離我們極其遙遠的年輕星系，它形成於宇宙大爆炸之後大約 5.7 億年，也就是宇宙年紀還不到現在的 5% 的時候。而就在這樣一個嬰兒期的星系中心，已經盤踞着一顆正在瘋狂長胖的超大質量黑洞，這一點尤其出乎意料。這個星系的名字叫 Canucks LRZ 8.6， 從它光譜裡看到的化學成分可以判斷，它還屬於化學上很原始的階段，重元素很少，像是剛剛點火不久的宇宙實驗室。從形態上看，它的內部結構也遠沒定型，還在慢慢聚集和調整，就像一座還在施工中的城市。可問題在於，放在這樣一座還在打地基的小星系中間，它的中心黑洞卻大得驚人，質量遠遠超過現有理論模型。對同一時期黑洞質量的預測，好像有人在工地中央突然先建好了一個超高樓。這一發現立刻拋出了很多新的問號：第一批黑洞到底是怎麼生出來的？它們在宇宙剛剛誕生的那幾億年裡，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瘋長？而這些黑洞又是怎樣和它們所在的那些原始星系互相影響、互相塑造的？這些都成了天文學家迫切想弄清楚的關鍵。在接下來的這段視頻裡，我們會一步步拆開這個發現背後的細節，說明它所依托的科學背景和觀測手段。同時看看它究竟向我們透露了哪些關於早期宇宙如何演化、如何長出第一批星系和黑洞的新線索。那就從這個特別的小星系和它不合常理的黑洞說起，一點點把故事鋪開。我們開始吧。Canucks RZ 8.6 這個星系屬於一整個家族的天體，它們都非常遙遠，體積不大，但密度很高，看上去就像天圖上的一個個小而紅的光點。所以天文學家給他們起了個形象的名字——小紅點星系 （Little Red Dots, LRDs）。名字裡 Canucks 這一段則來自發現它的那個觀測計劃——加拿大近紅外光譜無偏星系團巡天項目。簡單說，就是一項專門用近紅外去掃街找星系團的系統性巡天。從我們的望遠鏡裡看，這類星系既暗又發紅，不是因為它們本身只會發紅光，而是因為宇宙在膨脹。它們發出的光在穿過100億年宇宙空間的過程中不斷被拉長，原本偏藍、偏可見光的部分被拉伸到了紅外波段。這就是天文學裡所說的高紅移現象。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正是為這種紅外宇宙量身打造的，它在紅外波段的探測能力特別敏銳，能捕捉到這些本來極其微弱的信號。因此也成了人類第一台可以對這些紅色小點進行細緻分辨和深入研究的大型空間望遠鏡。Canucks RZ 8.6 本身藏在一個叫 Max J 1149的星系團背後，前景星系團的巨大引力把它的光線彎曲並稍微放大，這就是所謂的引力透鏡效應。正是多虧了這層宇宙放大鏡，我們才能在這麼極端的紅移這麼遠的距離上勉強把它的光從背景中分辨出來。當天文學家用韋伯上的近紅外光譜儀 NISPC 把這個星系的光線拆解成一條條光譜指紋時，他們馬上注意到其中有些異常的特徵。這些特徵說明，這裡發生的事情並不只是普通的恆星在那兒安靜的誕生，而是有更強烈、更劇烈的能量過程在背後驅動。光譜分析結果顯示，那裡有大量處於高度電離狀態的氣體，還有明顯被拉寬的發射譜線。這種組合在天文學裡是經典信號，往往意味着存在一個活動星系核，也就是由正在吞噬物質的黑洞驅动出来的高能区域。這些光譜特徵綜合起來，說明星系中心附近的氣體在以極高的速度來回翻滾、被拉扯和加速。
這種劇烈運動幾乎只能由一個非常強大的引力源來解釋，也就是一個能量輸出驚人的超大質量黑洞正在那兒運轉。研究團隊利用这些譜線的寬度、強度以及氣體電離程度，套用成熟的物理模型，對這個黑洞的質量有了一個大致估算，同時也評估了它當前吞噬周圍物質，也就是所謂吸積活動有多劇烈。當然，信號從數百億光年外傳到我們這兒，難免會有噪聲和不確定性，任何參數都帶着誤差條。但即便把這些不確定性考慮進去，綜合各條證據，結論仍然很清楚，這裡確實有一個異常龐大、異常活躍的黑洞。對比它所在星系目前擁有的恆星總量，這個黑洞的質量已經大得有些不講道理。按常規模型，在這麼年輕、恆星還沒怎麼長起來的星系裡，黑洞不應該這麼快就長得比星系本身還要顯眼。從光譜來看，這個星系裡的化學元素種類還比較單一，重元素的痕跡極弱。這說明這個地方此前只經歷了很少幾代恆星的形成與爆炸。一般來說，像鐵、碳、氧這類較重元素需要一代又一代恆星燒出來，並在超新星爆炸中拋回星際空間，所以它的金屬重元素狀態也在提醒我們，它真的是個剛起步不久的原始星系。也就是說，這顆黑洞本身在年齡上還是個早期黑洞，但它已經開啟了一個高速增重的階段，正在以非常高的效率把周圍的氣體和物質往自己身上拉，使得它的質量在短時間內就能翻倍、翻幾倍。這裡有一點必須先說明清楚， CANUCS LRZ 8.6 並不屬於我們常聽說的那類極其耀眼的類星體，它沒有那種把整個星系都壓過去的刺眼亮度。這一點非常關鍵。真正典型的類星體一般出現在宇宙，又過了好幾億年之後，那時一些黑洞已經長得巨大無比，亮度堪比乃至超過整個星系本身，非常容易在各種巡天觀測中被挑出來，因此我們對類星體的認識相對更成熟一些。相比之下， CANUCS LRZ 8.6 依然是個體量不大，整體亮度也不高的小星系，它更像是類星體誕生之前的預備班，給了我們一個少見的機會，去觀察那些黑洞還沒發展成超級明亮類星體前的過渡階段。正是因為我們在它還很致密、化學成分還相當原始的時候就逮住了它，天文學家才有機會幾乎現場觀看大質量黑洞在一個年輕星系環境中最初是如何出現、如何開始快速成長的。這比事後從成熟類星體倒推要直接得多。從更大的視角看，這一例具體的發現也幫我們給小紅點星系這個整體家族補上了重要的一塊拼圖，讓我們更清楚這些紅色小光點背後到底是怎樣的物理過程在起主導作用。自從韋伯望遠鏡在深空圖像裡開始批量發現這類紅色小點之後，學界就一直在爭論，它們發出的能量主要是許多年輕恆星在劇烈形成，還是中心黑洞的活動在發光，或者說是兩者交織在一起各占一部分比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定論。而 CANUCS LRZ 8.6 的光譜特徵給出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答案，哪怕是在看上去並不耀眼、整體偏暗的小紅點裡，至少有一部分確實暗藏着正在大口吞食物質、快速增長的黑洞。這不是類星體才獨有的現象。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早期宇宙裡那些最暗、最難被發現的小星系意義很大，因為它暗示，在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亮星系之外，很可能還有更多黑洞藏在這些暗淡系統之中，數量比原先估計的更多，類型也比過去想象的要多樣。這項研究最扎眼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直接挑戰了過去幾十年裡建立起來的那條金科玉律：星系總體質量和中心黑洞質量之間的經驗關係，讓人不得不思考這條關係在最早期宇宙裡是否根本就不適用。在我們周圍比較近的宇宙裡，人們普遍發現，一個星系裡恆星的總質量越大，它中心黑洞的質量也越大，而且兩者通常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比例，好像是一起同步長大的。這種緊密的相關性成了許多星系形成與演化理論模型的基石，
人們因此認為黑洞和星系不是各幹各的，而是通過氣體流動、輻射、反饋等機制，緊緊拴在一起，共同成長，彼此調節。但在 Canooks LRZ 8.6這裡，這條規律明顯被打破了。它的黑洞已經跑在了前面，而星系本身還沒來得及長到應有的規模。這和我們在本地宇宙中看到的典型模式完全不同。如果拿這個星系目前已經形成的恆星质量去对比，它中心黑洞的质量顯得格外誇張。這說明在宇宙最早那一批星系裡，黑洞的生長可能還沒有被星系內部的結構和物理過程很好的管控，沒有形成後來那樣的自我調節機制。相反，當時的環境更像是無監管生長期，黑洞周圍缺乏後來星系中那種成熟的盤結構、足夠大的總質量以及各種抑制吸積的反饋過程。於是氣體可以更自由地往黑洞裡掉，造成極高效率的快速吸積。這個系統也為另一個熱門話題提供了重要線索，那就是宇宙最初的那些黑洞種子最早是怎麼來的。Canooks LRZ 8.6 提供了一塊難得的觀測證據，加入到了這場仍在激烈進行的科學討論之中。畢竟，要想在大爆炸後短短幾億年裡就長到這麼大的質量，黑洞一開始要麼就得從一個天生就很重的種子起步，要麼就是生活在一種極其有利的環境裡，讓它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持續高速增重。這兩點都和我們在較晚時期宇宙中看到的典型情況不太一樣。相關論文和這項研究工作提出並比較了幾條可能的理論路徑，試圖解釋到底有哪些物理過程能在早期宇宙裡造出這樣一顆超前發展的黑洞。第一條思路叫做大量氣體雲直接坍塌，簡單理解就是一大團原始氣體不經過正常的先成星再成黑洞這一步，而是整體在自身引力作用下，直接一口氣塌縮成一個大質量黑洞的種子。在這個場景裡，那團氣體雲幾乎不怎麼分裂成一顆顆單獨的恆星，而是在早期宇宙中保持相對純淨、溫度和密度都合適的狀態。最後在引力的推動下整體塌縮，直接變成一個黑洞內核。這種直接坍縮形成的黑洞種子質量可以一下子達到幾萬甚至10萬倍，太陽質量遠遠超過一顆普通大質量恆星死亡後留下的黑洞殘骸，因此更容易在短時間內成長為今天看到的超大質量黑洞。用這種方式起步，黑洞等於一上來就站在了高起點，它不需要一顆顆慢慢吞噬恆星殘骸，而是只要再繼續吸積周圍氣體，就可以在早期宇宙中以相對較短的時間段長到非常驚人的體量。第二條路徑則是致密星團坍縮。它假設在星系早期存在極其密集的恆星團，這些恆星之間不斷發生碰撞和合併，最終形成一個中等質量甚至更大的黑洞核心。在這樣的致密星團裡，恆星之間距離非常近，幾乎像交通高峰期的十字路口。頻繁的相互作用使得一些恆星被撕裂合併，逐漸形成一個質量不小的黑洞胚胎。這個黑洞再繼續吸收周圍氣體和恆星，就能早早進入快速增長通道。第三條思路則與吸積效率有關，也就是所謂的種子快速吸積，甚至是超愛丁頓吸積，指的是黑洞以超過傳統理論所允許上限的速度在增重。在金屬元素含量很低的環境裡，氣體的冷卻和受輻射推動的方式會發生變化。結果就是氣體更容易成股地往中心黑洞方向流入，壓力和輻射對吸積的阻礙減弱，從而使黑洞的進食速度可以暫時超過經典的愛丁頓極限。如果這種超高效率的吸積過程在早期宇宙裡持續了一段時間，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些本來質量不算特別大的黑洞種子能在幾億年內暴飲暴食，迅速增重到我們今天觀測到的這個級別。而 Canooks LRZ 8.6 的光譜清楚顯示，它的金屬豐度確實很低。這一特點很符合上述設想。
早期黑洞可能正是在這種缺乏重元素物理條件、更原始的環境裡，以比後期宇宙更高的效率瘋狂生長。這些特殊條件會改變氣體如何冷卻，怎樣在引力作用下坍縮成團，以及它們如何響應黑洞和恆星發出的輻射，從而讓一些在今天看來難以實現的快速增長場景，在早期宇宙中變得更加自然、更加可能。另外，這個案例也和韋伯望遠鏡近年來得到的其他早期宇宙觀測結果相呼應。在那些數據中，人們已經發現有些極早期星系看上去比理論預期的更亮、更緊湊，甚至在結構上顯得比該有的年齡更成熟一些。雖然這些發現並沒有把整套宇宙學框架推翻重來，但他們清楚地提醒我們，關於早期恆星如何形成、星系裡氣體如何運動，以及黑洞和恆星如何相互調控的那些細節模型，可能需要大幅修正和更新。像 Canucks RZ8.6 這樣的具體觀測對象，就為理論物理學家提供了真實的標靶數據點，讓他們在改進模型時，不再只是依賴電腦模擬和紙上推演，而是可以对照真實宇宙給出的答案來進行微調。總的來說，在這樣一個體量不大、年齡尚早的緊湊系統中，確實找到了一個正在活躍進食的黑洞。這等於在黑洞成長的時間線上填補了長期以來缺失的一環，讓我們看到從種子到怪獸的中間某個關鍵階段。一直以來，天文學家都在追問，宇宙最初那一團團致密氣體雲是怎樣一步步演化，最終在數億年後變成那些光芒刺眼的類星體。中間這條路上究竟經歷了哪些階段？這是個尚未完全解開的謎題。而 Canucks LRZ8.6 這樣的星系很可能正是這條發展路徑中的某個中間站。它已經有了強力黑洞活動，但整體還沒亮到類星體那種程度，正好處在從致密氣團邁向明亮類星體的過渡階段。因此，這次發現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某一個細小分支，它牽連到早期宇宙研究中的多個方向。從黑洞種子理論到星系形成，再到宇宙大尺度結構的早期演化，幾乎都被波及到了。第一，它給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黑洞的快速成長完全可以發生在星系本身，尚未長大，還沒有形成足夠強的引力勢和內部結構去約束它之前。也就是說，黑洞有可能先一步長超標，再慢慢等星系追上來。如果未來的巡天發現像 Canucks LRZ8.6 這樣的小紅點其實並不少見，那就意味着在早期宇宙中曾經有一個時期，黑洞對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起到的作用，可能遠比我們過去想象的要更強、更主導。第二，這也指向一個重要的可能性。這些早期黑洞在宇宙再電離這個關鍵階段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比過去認為的更大。因為當黑洞猛烈襲擊物質時，會釋放出大量高能輻射，這些輻射足以把周圍原本中性的氣體重新打散，變成帶電的粒子。如果後續研究證實，很多早期星系都像 Canucks SRZ8.6 一樣擁有活躍黑洞，那它們加在一起釋放出的輻射，就可能在宇宙在電離時代扮演重要主角，推動星系間彌漫氣體由暗淡不透明逐漸變得透明，標誌着宇宙進入一個全新的結構發展階段。第三，這一發現也再次凸顯了所謂反饋過程的關鍵作用，也就是黑洞和恆星活動如何反過來影響周圍氣體，從而改變接下來能不能繼續形成新恆星、星系還能不能繼續長大的那些機制。哪怕是在像 Canucks LRZ8.6 這樣體量並不大的系統裡，一個活躍的黑洞也仍然可以通過噴射高速氣流發出強烈輻射，把周圍的氣體加熱、吹散或者重新壓縮，從而改變那裡的溫度和密度，讓恆星形成的條件發生顯著變化。這些變化會在很長的時間尺度上累積，慢慢改寫這個星系未來的成長軌跡。也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宇宙中的一些區域會先一步長成大星系，而另一些地方則發展緩慢。
這些早期不均勻的結構演化很可能就與這種反饋密切相關。接下來，為了把這個系統看得更清楚，天文學家打算繼續申請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觀測時間，對 Canucks LRZ 8.6做更長時間、更高信噪比的觀測，以便更準確地測出黑洞的質量，並細緻分析它周圍氣體和恆星的分布狀態。與此同時，研究團隊還計劃借助歐瑪阿塔卡馬大型毫米亞毫米陣列望遠鏡，去觀測這個星系中較冷的氣體和塵埃成分。因為正是這些冷氣體和塵埃決定了還能形成多少新恆星，也能幫助我們判斷黑洞活動是否再重新分配、抑制或增強这些氣體的流動。從更大的計劃來看，未來幾年 JWST 的各種大規模巡天項目會不斷掃出更多類似的小紅點星系和緊湊早期星系。這會讓我們手裡不再只有零星幾個例子，而是擁有一整批可以統計分析的樣本。有了更大的樣本量，我們就能判斷 Canucks LRZ 8.6 到底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少數派，還是代表了一大群類似早期黑洞系統的典型特徵，從而更準確地評估這種快速生長黑洞在早期宇宙中究竟有多普遍。再往後看，當地面上的新一代巨型望遠鏡，比如歐洲極大望遠鏡等，陸續投入使用時，它們在空間分辨率和觀測波段上的優勢將進一步補充韋伯的數據，讓我們能在更細的尺度上用更多顏色的光去看輕星系和黑洞最早誕生和演化的細節。總之 ，Canucks LRZ 8.6 這個星系清楚地向我們展示，在早期宇宙裡，至少有一部分黑洞的成長速度遠比我們原先認為的要快得多。它們在宇宙剛開局的那幾億年裡就已經迅速脫穎而出。這一事實直接挑戰了我們長期以來關於星系和黑洞同步成長的傳統認識，也預示着隨着韋伯望遠鏡繼續工作，我們很可能會發現越來越多這樣的系統，迫使我們重新標注早期宇宙的時間刻度和演化順序。如果這些關於早期黑洞的新線索讓您對宇宙的故事多了一些全新的想象，歡迎繼續關注後續的研究進展。我們會在有新的發現時再和您一起更新這部宇宙檔案。感謝您的耐心觀看，我們下次再見。